这个女孩走在大街上，她长相美丽，身材姣好，吸引了阳台上3个喝酒的小混混们的注意。他们叫住女孩，女孩不以为然，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准备走人。哪知3个小混混直接冲下楼，其中一个男孩巧舌如簧，谎称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，没人给他唱生日歌，希望女孩上楼一起唱歌庆祝。女孩架不住对方的热情，被他们忽悠到楼上。刚进房间，男孩们就给女孩倒了杯香槟，趁着女孩不注意，其中一个男孩在女孩的酒里倒进不明液体。女孩毫不知情，一饮而尽，想起身走人，却感觉四肢变得无力。女孩察觉到大事不妙，可为时已晚。混混们把她带进房间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羞辱。女孩名叫苏菲，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，和外公万卡一起生活。万卡是一个参加过俄罗斯卫国战争的退伍老兵，还是一个弗罗西洛夫神枪手。这天苏菲正要回家，结果路上碰到这群混蛋，被一番羞辱后，混混们还恬不知耻地往苏菲包里塞钱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掩盖自己的罪行。苏菲一边大骂畜生，一边狼狈地哭着跑下楼梯。路上，苏菲扔掉了那肮脏的臭钱，哭着回到家，看到外孙女披头散发的哭泣，还有身上的淤青，万卡立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苏菲断断续续说出事情经过后，愤怒和心疼一起涌上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的心头。他努力控制住情绪，问清楚施暴者的地址和身份后，把在崩溃边缘的苏菲安抚进屋，再气势汹汹地准备去找3个混混算账。路上正好遇到当警察的邻居杰克，听完苏菲的遭遇，他立刻告诉万卡，当务之急是保留证据，再去警察局报案。可万卡说，苏菲回到家就把自己关进浴室，把证据都洗掉了。杰克让万卡先回家照顾苏菲，他去搬救兵抓人。万卡虽然愤怒着急，但还是听从了杰克的建议。杰克则连夜找来同事，准备对混混们一网打尽。他们埋伏在门外，杰克则脱下外衣，拿着枪来到门板，谎称自己是修水管的工人。混混们丝毫没有怀疑，就开了门。不到1分钟，3人就被扑倒。警察们在房间里找到了带血的床单，鉴定完毕，证据确凿。3个人渣却怎么也不肯认罪，杰克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二话不说就把3人带回去审问。其中一个人渣受不住惊吓，只能承认了罪行。不仅如此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干这种事，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无辜的小女孩惨遭他们的毒手。杰克气得牙痒痒，真不敢相信这么可怕的行为竟然是一群少年们干出来的事，简直是恶棍。就在案子准备告破的时候，事情出现了反转。原来其中一个人渣的父亲是警察局的局长。局长听说自己儿子犯了强奸罪，第一反应不是斥责和教育，而是道貌岸然地为儿子开脱罪名。局长先是用调职明里暗里地威胁杰克，可刚正不阿的杰克根本不为所动。见这招没有用，局长又开始在细节上钻牛角尖，先是证据不足，而后又是以暴力审讯为借口，让审讯文件变成无效。杰克虽然无奈，却也没有办法，现在只能尽最大的努力，让这群恶棍少年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另一边，遭罪了的苏菲变得更加敏感和自卑，她不敢照镜子，甚至不敢出门，整天就是待在浴室。身为外公的万卡很是担心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一生为了祖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，奉献自己，战功赫赫，到了老年就连自己的孙女都保护不了。万卡感到无比的愤怒，他发誓一定要让3个人渣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人类最朴素的道德观。当你的亲人遭受侮辱和欺凌，法律无法主持公道，加害者不仅逍遥法外，甚至还在你身边得意放肆，那么语言就失去了意义，子弹成了解决问题最快速的方法。局长的儿子强奸苏菲后，苏菲被检察官传唤，他没有认真听苏菲的控诉，没有检查证据，而是直截了当地告知苏菲可以直接准备撤诉。不仅如此，检察官一脸淫笑，非要询问当时的细节。苏菲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况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检察官却阴阳怪气地表示，苏菲就是个拜金女，肯定是看上了他们中的一位帅哥，想要嫁给他们，不然为何回到家就洗掉证据呢？不排除苏菲故意勾引又栽赃嫁祸的可能。苏菲被老奸巨猾的检察官怼得哑口无言，明明自己是受害者，反而被诟病，苏菲更加伤心和绝望了。不久以后，局长送来了一笔钱当做和解费，在祖孙俩看来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。他带上钱来到局长家，把钱狠狠地砸在局长脸上，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。接着，万卡带上了所有的军功章来找检察官，希望看在奖章的份上能够重视此案。检察官却说这里存在严刑逼供，并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他们被放出去也是理所当然。万卡听完十分的愤怒，大骂检察官是走狗。走在大街上的万卡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当年所流的鲜血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国家。他突然想起培根的话，复仇是对法律的取而代之，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，复仇变成了唯一的法。为此，万卡特意回到乡下，把乡下的房子抵押换了钱。这天晚饭的时候，苏菲告诉万卡，姨妈来过，她要出一趟远门。
特意把钥匙交给苏菲，想让她帮忙打理房子和里面的宠物。起初万卡还不以为然，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放下手中的碗筷，拿起钥匙来到苏菲姨妈家。透过窗户，对面就是3个人扎的阳台，这是一个绝佳的狙击位置。回到家，万卡骗苏菲自己要去莫斯科告状，让苏菲在家里等他。在莫斯科的一个卖气枪的摊位上，经验老道的万卡一眼就判断出这个老板能搞到真枪。可当他提出这个要求时，老板却一脸不屑，年纪这么大了还想当杀手不成？可看到万卡认真的态度，便也没有说什么。随后他带着万卡来到黑市，在那里万卡成功购买到了心仪的狙击枪。退伍多年的老兵依旧是宝刀未老，把卖枪的小伙看得目瞪口呆，只夸万卡以前一定是一个神枪手，万事俱备，只欠射人。回到镇上，他偷偷地把枪藏在女儿家里。不久以后，苏菲的母亲回来了，有了母亲的陪伴，苏菲变得开朗了许多。可很快，万卡就发现女儿根本没有心思为苏菲负责，她只想着拿走自己卖房子的钱，还明里暗里责怪万卡当初没有收下局长的和解费。万卡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怒火，气得把女儿买的衣服从身上脱下，利索的一把扔到女儿脸上，然后把她赶出了家门。复仇计划也正式开始。第一天，万卡像往常一样站在好友们的棋盘边，然后趁着大家不注意，快步溜走，拄着拐杖一路来到女儿的家里，架好武器，蓄势待发。注意看，这个老头把枪对准了对面阳台上的男孩，可还没来得及开枪，男孩就走进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头再次瞄准男孩，这次他改变了主意，直接一枪崩掉男孩，太便宜他们了。男子两腿夹着酒瓶，正要打开好好喝一杯，老人调整好角度，瞄准了男孩的命根子，然后扣动扳机。刹那间，血溅了男孩一脸，他迟疑了1秒，然后反应过来，痛苦地大叫起来。老人得手之后没有恋战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武器，哼着小曲回到朋友们的棋盘边，前后不超过5分钟。这里正玩得火热，没有人注意到万卡的异样。不久以后，一声声警笛吸引了大家的注意，人们纷纷上前看热闹。得知昔日里无恶不作的混混竟落得如此下场，大家都开心极了。只有万卡一人拄着拐杖默默离开，他满意极了，回到家稍作休息，准备下一场战斗。而这一边，同伴的惨死并没有让剩下的2个人渣有所消停，他们还买了新宝马，准备好好刺激一把。又是一个星期三，万卡像往常一样来到好友们下棋的地方，又是一样的伎俩。这一次，他把枪口瞄准了他们新买的车，其中一个男孩正坐在车上，兴奋地发动新车。下一秒，子弹穿过汽车的油箱，顿时硝烟四起，整辆车都燃烧起来。驾驶座上的男孩来不及躲避，等他挣扎着滚下车时，已经是一屁股的火。附近的居民们纷纷赶来救火。尽管如此，男孩还是被严重烧伤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混乱中，万卡成功离开了现场，和其他人一样围在车子周围看热闹。没有人发现万卡的不对劲，除了警察杰克。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万卡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一连2个混混遭到攻击，现在只剩下局长的儿子，而且2起案件都发生在星期三。苏菲被侵犯的日子也正好是星期三。用脚趾头想，局长都能猜到这些命案的始作俑者就是苏菲的外公万卡。可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，局长只能警告儿子一定不要出去，躲在房间，不要靠近窗。听到有个狙击手要杀自己，小恶棍吓得不轻，手里的水杯都差点没拿稳。杰克为了查清楚真相，来到万卡家，可万卡刚好不在，无意间看到墙上挂着的钥匙，听苏菲说这是他姨妈家的，杰克立马警惕起来，他不动声色，趁着苏菲不注意顺走了钥匙。很快，局长带人来到万卡家，他们四处搜寻，试图找到万卡的武器，可他们不知道万卡的武器根本不在自己家。突然门铃响了，是姨妈回来了，她上门来拿回自己的钥匙，这引起了警察的注意。一行人转移了战场，来到姨妈家搜寻。万卡额头直冒冷汗，眼看着事情就要暴露，可当橱柜打开，原本放着的武器却不翼而飞。局长虽然没有找到证据，但依然坚信万卡就是那个复仇者。他来到万卡身边，低声警告，要是自己儿子出了什么意外，自己绝不会放过他。万卡不动声色，默默地说了句已经太晚了。听到这，局长整个人都激动起来，他以为儿子出事了，马不停蹄地冲回家，门被反锁，怎么也打不开。就在局长准备用枪打开门时，一声枪响袭来，儿子从房间开枪，正好打中了局长。原来儿子得知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后，吓得神经衰弱，已经失心疯了。接下来也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。而万卡的枪是被杰克藏起来的，他发现万卡的秘密后，为了防止万卡陷入麻烦，提前把武器藏起来。故事的最后，作恶的3个人渣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就连包庇儿子的局长也受到了教训。片名《弗罗西洛夫杀手》，电影的背景设置在苏联解体后，
1999年左右是俄罗斯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，经济倒退，政局动荡，外交危机，民众心生抱怨等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这部电影还是由反对当时执政总统的议员拍下的。不得不说很有意思，当法律无法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，正义在权力面前不值一提的时候，久经沙场、战功赫赫的老兵选择变卖房产、购买枪支，捍卫自己最后的尊严。